俄军突然发动大规模的空袭，上百枚的导弹是横扫乌克兰，战火呢都烧到了北约的家门口了。俄军呢似乎开启了春季大攻势的这个前奏，那么乌克兰的局势会转为恶化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3月9号凌晨的时候啊，时隔29天，俄军突然又发起了大规模的这个空袭啊，他们发射了上百枚的口径巡航导弹。乌军那边讲是80多枚，但是从战场和西方啊初步统计的数字来讲呢，他们说是过百枚。总之，反正是很多的导弹攻击，再加上俄军还使用那种自杀的无人机。那么这次大空袭有那么几个特点，这第一个呢，它时间打得比较长，它从3月9号凌晨开始，一直是打了一天啊，这时间比较长。第二一个，它这个范围太广了。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基辅啊、哈尔科夫啊、尼布拉耶夫啊，还有阿德萨这些地区呢，还打了其他的一些地区，总共加起来一共打了20多个地区，而且呢，就在这个和波兰边境交界的利沃夫地区，这次又遭到了猛烈的打击，而且在利沃夫这次打的呀，更靠近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地区，据说距离波兰的那个边境地区呢，只有10几公里那个位置，那就是堵在这个北约的家门口去了吧。第三一个特点，我们发现这次打击到目前为止来看哈，烈度非常的大，打的目标也非常的多，主要呢还是乌克兰的基础设施。电力设施还有交通，主要是铁路啊，这个交通这一块打的比较多。那么俄军为什么在现在突然发起了这么大规模的一次空袭呢？我们看啊，它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。这第一个呢，它是要巩固一下战果。现在俄军啊，在这个东部，比如说在巴赫姆特这一块，看样子是取得了一定的战果，要不然泽连斯基也不会说我们一定要开展大反攻，把这地方再夺回来啊。这很明显是俄军在这边的优势，目前来说啊，还保持着这个优势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俄军再发起这种大规模的打击之后呢，就可以让自己手上有很多的军事的筹码，占据更强的这个军事的优势。第二呢，其实呢，这次打击也带有很强的这个政治色彩，也算是在政治上给自己增加一些筹码吧。你看啊，现在泽连斯基在高调的号召，就是说我们呢要组织反攻，比如说在这个巴赫姆特地区要击垮这个俄军，这个气势已经造起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俄军这边呢是需要压一压他这个气焰的。第二一个呢，其实俄罗斯啊，他也看透了，美国现在就这个俄乌冲突问题，他美国国内两党的党争已经开始出现了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特别的大。第二一个呢，现在美国和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看样子是越来这个分歧越大。你看这次德国的总理舒尔茨去美国的时候，那几乎就是被拜登给召见去的呀。去了之后，舒尔茨看样子很不高兴，两个人谈了大概也就1个多小时，最后连个联合记者招待会呀，连个什么发表一个共同文件，什么都没有，谈了就走了。看样子这个分歧已经这个是很明显，而且正在加深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俄罗斯要在政治上它要占这么一个优势。第三一个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呀，现在西方还是要援助乌克兰吧，你乌克兰不好援助，他怎么能坚持下去呢？而且我们前一段也听说，西方要给各种重型的装备，你像德国的豹2坦克呀，通过波兰运过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也确实需要在军事上去打击它的交通线，打击它的基础设施，进一步削弱乌克兰的这种军事能力啊。这个呢是俄罗斯现在也需要去做的。第四一个呀，就是说在我们所谓传说的这个春季攻势，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还真有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春季攻势。那么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样大规模的一个军事打击，也是为这个春季攻势在打一个前站先把前面的事情先处理掉，比如说交通线该打的打，该动摇乌军军心的，他就动摇乌军的军心。但是总体上我们来看俄罗斯的这种打击呢，也反映出其实俄罗斯它的战争能力，起码从物资这方面它还是比较强的。而相比之下呢，乌克兰却是感觉到呢有这么一点有点撑不住这个感觉。那么整个局势似乎对乌克兰是不利的。那么俄乌冲突的走势往下会怎么样呢？这个我们会继续的观察。